武庙是唐玄宗在开元19年为了祭祀历代名将设置的庙宇，以周朝姜尚为主祭，张良等10位名将从之。不过在网上还有着网庙使者，都是些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众所周知，非洲3大暴君有5位，网庙使者我排12位也不过分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谁是被洗白，谁是真的惨。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第一位，提高女性地位，废除人训，废除奴隶制，被西周趁虚而入而亡国的治世明君纣王帝辛。首先呢，帝辛是真的被抹黑的，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疑问了，主要是他这个亡国之君太过典型，后世才把各种昏君的事都往他身上推。但他呢，也不是什么明君，只能说是一个当上君主的庸人，而且当上君主的时机不好。还有什么把东夷和中原连成一片，促进民族发展，帝辛的前辈们早就开始征东夷了。还有什么西周利用帝辛攻打东夷期间趁虚而入，帝辛慌忙将东夷战俘编入军队，然后在战场上战俘倒戈的事情也纯属胡扯。其实征服夷族最大的功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再来就是奴隶解放者，这么洗白他呢，是因为在他那个时期的墓葬中人殉的减少，殷墟的主力不是奴隶，而是战俘、妻妾和仆从。这些洗白的说法都是在上个世纪郭沫若整理提出的，不过在近代又被推翻了。总的来说呢，他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第二位，和白起战损比高达1:1的赵括。赵括我们都知道，纸上谈兵的创始人嘛，他父亲是赵国名将赵奢。说起他和白起战损1:1，是出于《史记·白起王翦列战》中的一句话：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族死者过半。这句话其实是把和廉颇、赵括还有后来攻打邯郸的军队也算了进去，而且白起仅有了5000人，也就是把赵括的后勤和大军断绝，让赵括饿了40多天，最后没办法了，选择和秦军决战，自己被乱箭射死。白起在用兵调度、地形谋略上都可以随机应变，赵括除了翻书还能干嘛？第三位，郭嘉不死，卧龙不出的郭嘉。首先啊，郭嘉肯定是个有本事的人，但非要贬低诸葛亮，提高郭嘉就很没有意思了。非要搞什么时空战争，关公战秦琼，虽然他很有本事，但是和诸葛亮比起来还差了些。诸葛亮是各个方面都有建树，军法财政都管过，郭嘉在曹操那里只是单纯的一个谋士。同样早死的周瑜比起郭嘉都要优秀，在曹操的阵营中他也不是最好最重要的，什么奉孝在此，孤不止于此，纯属曹操给自己找借口。第四位，大智若愚的刘阿斗。阿斗就是个纯纯的老实人，但拿来吹他属实过分了。在他统治蜀汉的前20几年，他可以说是一个明君。诸葛亮和他说的能臣贤臣，他是一个没落下，全部重用。但他统治的后面几年，年纪大了，开始纵情享乐，重用望臣宦官，然后就到了蜀汉灭亡，他乐不思蜀。总的来看呢，是个中庸的君主，他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要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就可以了。守不住的话，至少把自己的命守住。他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个正常人会做的事情。憨态可憎，却也诚实，我无忧矣。父王，第五位，汉人拯救者，再造华夏的冉闵。冉闵之前我们做过一期视频，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冉闵是一个争议十分大的人物，你要说他个人的武力值，那的确是1等1的强。再造华夏，属实是吹得过了。难道那个时期的东晋汉人不是人吗？他在攻打东晋杀汉人可是毫不留情啊！他颁布的杀胡令放到下边，杀良冒功的可是不少。杀到最后，不光杀胡人，和胡人有关系的，稍微有点胡人相貌的汉人都杀了。然后呢，冉闵是一个在胡汉两边横跳的人，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大义。第六位，千古一帝，大运河的开创者，隋炀帝杨广。杨坚交到杨广手上的隋朝是一个比李唐还要强盛的帝国，在他手上没发展也就算了，他10几年就霍霍完了，属实是人才。
对外战争要不就输了，要不就赢了不占地。科举是起源于隋朝，但是也不是起源于隋炀帝，而是隋文帝。再来讲讲这位功在千秋的大运河。现在我们为之受用的大运河主要是元朝和清朝的功劳。我们现在用的大运河比起隋唐时期还要绕到洛阳的京杭大运河缩短了900多里的行程，而且他当初开凿大运河的时候只是想要方便自己玩乐。这种皇帝能被冠上千古一帝的名号，那千古一帝也太掉价了。第7位，玄武门之变的受害者李建成。对于李建成的功劳，像什么镇守边关、平定山东，在史书中那可是记载的好好的，一点都没有抹杀。修改史书纯属胡扯。在李渊建国后，李建成作为太子是要学习着怎么治理国家的，不能和李世民一样外出打仗，而且有什么武将归降李唐，李渊都是直接就分给李世民了。李世民才是那个在外征战的，而且在打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还向李建成借走了薛万彻、薛万钧，可见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他就是出去打仗的，为什么不借给他呢？如果李建成和李世民一样是领兵打仗的统帅，这两人也不会轻易的借出去了。第8位，延缓宋朝灭亡的秦桧。秦桧也能被洗白是没想到的，与其说是秦桧延缓宋朝灭亡，不如说是岳飞延缓了宋朝灭亡。还有秦桧杀岳飞其实是为了赵构背锅，事实上呢，却是秦桧是先斩后奏。按照宋朝的司法程序，案卷和行刑是不会在同一天进行的。他也不是赵构的什么忠臣，他和赵构可以说是相互利用，而且在晚年甚至想要篡位。他力主议和只是为了金人主子和他自己的利益，为百姓谋福祉，纯属胡扯。第9位，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地方官为了拍他马屁，给他建生祠，到处给他歌功颂德，百姓敢怒不敢言。民间有什么话冒犯了魏忠贤，都要被抓起来，处以极刑。他的同党在山海关至山西大同一线，每年都给魏忠贤进献财物宝物，这些东西全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当初袁崇焕等人宁锦大捷的赏赐和加封都被这个老太监给扣住了。第10位，诛臣误朕，朕不误天下的朱由检。虽然明朝灭亡不能让崇祯背全部的黑锅，但洗白他真的没必要。袁崇焕因为他中了反间计而死，袁崇焕不死，至少辽东无忧。对付李自成的将领，不是他一换再换，内阁也是一换再换。君王死社稷的也不少，为什么总是吹他呢？第11位，灾民吃沙好过饿死的何中堂。往粥里面掺沙子只能解决一件事儿，没人来蹭饭。喝粥的都是真正的灾民，为什么灾民们一定要吃沙子呢？和珅家里的钱是摆设吗？他们不还是为了自己人，为了那些大地主能够过得滋润？你以为他掺沙子是为了灾民们，其实是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已经掺了沙子的米来打掩护。真正好的大米已经进了贪官的口袋。贪污自古至今都是国家毒瘤，不治理就是亡国。比如下边这位。第12位，晚清冯补将在世诸葛亮的李鸿章。这个人比较复杂，有机会我们单独说。李中堂走的可以说是汪精卫一样的曲线救国路。这样说大家应该就懂他是什么人了吧？拿着清政府的银子给国家做缝补匠，给自己开各种工厂，国家再拉胯完全不影响他腰缠万贯。你别跑，怎么回事？大帅，我们的炮够不到他们啊！怎么？这些有的真的是被抹黑了，但他实际情况呢也没网上吹的那么好，有些呢就是单纯的拿出来洗白恶心的。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